女厕有一个男的在这里拍女孩子上厕所的照片。你为什么在我上厕所拉屎的时候，你用手机拍我？在我们平常去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会被这种变态，会被这种人渣去偷拍。妙龄女孩上厕所时遭遇偷拍，让她最为意想不到的是，偷拍之人竟是她仰慕的男老板，而受害者不光是她自己，全公司上上下下50名女员工都被变态老板看得一清二楚。那么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视频前的便是受害者之一小云。据她所述，自己在大学毕业时就进入了这家公司任职程序员，期间工作十分顺利，老板也格外重视她。唯一让她感觉不自在的就是，每当上女厕所，都会有一种被偷拍的感觉，因为她发现，在厕所隔间里有一个类似于补光灯的东西长期闪烁，而且隔间门也被锁死，不能随意打开。她抱着好奇心俯身一看，结果还发现里面的纸箱上贴着一块镜子，更匪夷所思的还是一块双面镜。而且镜子还直对着女厕所的坑位。我还看到网上说，如果说把厕所的灯关上，然后用自己的手电筒去照双面镜的里面，可以看到双面镜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把厕所的灯光关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电筒打开，然后往厕所的那个箱子里面的双面镜里面看，然后发现了有一个摄像头还在闪着红灯。小云瞬间被惊得亚麻呆住了，想到自己刚刚上完厕所，却被这个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恼羞成怒的她立即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确定是摄像头无疑，而且一个纸箱底下还存放着5、6张内存卡，总计容量1个 T， 显然里面不知存放了多少。被偷拍的女子，那么偷拍者到底是谁呢？就在这时，小云细思极恐，因为他们公司的员工全部都是女性，唯一男性则是他们老板，女性不可能会偷拍女性，所以罪魁祸首则是男老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有一名女员工在厕所里抓到了老板作案。女厕有一个男的在这里拍女孩子上厕所的照片。他是惯犯，他不止这是第一次出现，据了解之前都已经出现过4次。感觉他就是招着这么多女生，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心里的癖好，满足自己的心里的欲望。变态老板只招女员工，目的就是为了在女厕安装摄像头，通过偷拍满足内心癖好。面对警方上门，男老板张某还试图狡辩，不过正当警方要查看他电脑上的文件夹时，他却死活不肯，这说明他心里有鬼。在警方的再三逼问下，他这才承认了自己偷拍的事实，并表示他全天24小时都会守着电脑偷窥。就是实际上他可以24小时的去随时随地去拍摄那个女厕所，而且他的手机上还有一个软件，也就是说他可以随时的打开那个软件，然后去看那个摄像头正在拍摄的内容。当张某的事迹在公司广泛流传后，一名叫小凯的女员工找到媒体，她下面的一番话令众人震惊不已。他表示，张某是名惯犯，之前他还在厕所抓了张某现行，当时他果断选择报警，让张某因此被拘留10天。因为担心被报复，他随即就选择辞职。本以为张某会回头是岸，没成想被警方释放后，竟还干起了老本行。而眼前的女员工小王也爆出了张某此前的无耻行径。为什么在那个位置安装那么亮的灯？他说当时装修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风水方面，而且他正在拍，你知道吗？就相当于我刚刚上厕所的所有的一幕全部被他拍到了。据小王所述，摄像机所摆放的位置恰好能拍到他们上厕所时的场景，如果再把头稍微往下倾斜，还能拍到他们的脸。外加张某是个 IT 高手，他们不敢想象，如果这些视频被流传出去，后果会是何等的严重。那么这件事情最终该如何处理呢？女厕有一个男的在这里拍女孩子上厕所的照片。你为什么在我上厕所拉屎的时候，你用手机拍我？他之前有没有会拿着我们这些视频，然后去给其他人看？他这个行为不仅暴露出来他自己的这种怪癖，而且影响到了我们50多人的正常生活。貌美女员工上厕所时被老板偷拍，摄像头内的内存卡就高达1个 T， 可见里面的隐私视频没有成百也有上千。全公司上上下下50名女员工，说不定早已被老板看透。如果这些视频被传出，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他们这辈子都会因此被毁，这让他们陷入深深的阴影中，无法自拔。我就是心里就感觉又恶心，然后又害怕，然后心里真的是很复杂。然后直到现在，我在大街上我都不敢去看摄像头，我都不敢去看有关镜子方面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明白了，为何全公司上上下下全部都是女员工，而且就连招聘信息也标明女性员工优先录取，只要是漂亮的女孩，老板只是看了一眼就要求人事给她办理入职。原来这都是老板的阴谋诡计，为了满足内心的变态欲望，拿他们这些女员工作为发泄工具。我们如果没有发现这个偷拍设备的话，那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老板在厕所会安装这些偷拍我们隐私的这个行为。到时候他拘留出来了，我们不敢保证他对我们会不会有报复行为，会不会有过激行为，我们的人身安全怎么去保障？正如眼前的小华所述，如果老板这次拘留被释放后，
心生怨恨报复，他们怎么办？他们离职后损失又该谁来赔偿呢？为此，媒体记者咨询了律师，表示这些员工可以拿着证据，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给予经济补偿，同时联合在一起去相关部门举报，来加强对张某的刑事处罚。对此，50名女员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这名变态付出代价。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我们下期再见。男子只因在酒店里喝了一瓶矿泉水，结果口吐鲜血，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后家属查出矿泉水含有剧毒成分，于是将酒店告上法庭，索赔260万。然而最终法院却判处酒店只需承担30%责任即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眼前的便是死者姐姐郑女士。据她所述，事发当天，全家人去外出旅游，并在一家豪华酒店登记入住。期间因为弟弟口渴难耐，便拿起房间橱柜上的矿泉水就喝了起来。然而令全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一会，弟弟就面露难色，捂着肚子开始呕吐。全家人急忙拿起一旁的矿泉水，发现里面有一股刺鼻的酸味。他们意识到矿泉水存在问题，便赶紧喊来服务员进行对质。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人没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可服务员却表示自己并没有闻到什么味道，而且只是喝了一口矿泉水，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郑先生是吃坏的东西，所以郑家人才以喝了矿泉水发生呕吐为由，想要讹酒店一笔。见此情况，郑家人不愿多说，再耽搁下去的话，估计黄花菜都凉了。于是急忙把郑先生送去医院，没成想刚到医院，郑先生就发生了吐血情况。医护人员见状，立即把他送进抢救室，然而结果让郑家人崩溃万分。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酒店矿泉水存在问题，男子喝后呕吐不止，直至吐血，即便送往医院也无力回天。全家人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无法自拔。他们认为酒店蓄意谋杀，要求负责人被判刑并赔偿260万。然而随着警方调查，却发现事情远不简单，死者的死因是酸性液体中毒，也就是说，郑先生喝的那瓶水根本不是矿泉水，而是酒店清洁工所用的除锈剂。因为两者都是无色无味的液体，所以第一眼很难判断。为了确定这起案件是否是他杀性质，于是警方调查了酒店监控，结果发现罪魁祸首竟是郑先生的亲生父亲。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原来当时父亲在得知儿子口渴后，便去前台买了2瓶矿泉水，在经过酒店储物间时，他发现在保洁车里还装有几瓶矿泉水，于是便偷拿了1瓶。殊不知他所拿的水正是保洁用来清理卫生的除锈剂。就这样不明真相的儿子便喝下了这瓶水，最终导致不治身亡。得知真相的酒店方当然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毕竟是父亲贪图小便宜在先，这才害死了自己儿子。然而其家属却不愿接受，既然是除锈剂，为何偏要放在矿泉水瓶里呢？而且还没有做任何标注，所以应当为儿子的死而负责。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审理此事呢？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老人为贪图小便宜，从酒店储物间偷走1瓶矿泉水，殊不知瓶内所装的是含有剧毒的除锈剂。就这样，儿子因口渴难耐，将此瓶矿泉水一饮而尽，结果呕吐鲜血，不治身亡。事后家属倒打一耙，认为酒店吃饱了撑的，把除锈剂装在矿泉水瓶内，而且没有标明是除锈剂，所以儿子才会误喝，导致悲剧发生。于是将酒店告上法庭，索赔260万。据死者家属的辩护律师所述，任何有毒有害的物品都不应该出现在酒店，即便是为了清理卫生，也要做好安全防护。显然酒店并未做到，所以应承担事情全责。而酒店负责人却表示，当时郑先生所喝的那瓶水，瓶盖上已经画上了10字标志，而且瓶口也是被开封的状态。常人都知道，一般矿泉水都应当是未开封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一个敢偷，一个敢喝，所以无论是死者还是死者家属，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随后法官也认为，死者家属所说的260万赔偿确实不合理，不过酒店方也确实存在管理上的失误，所以判定酒店方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
最终酒店赔偿了家属29万余元，此事这才得以平息。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我们下期再见。